HOA 的费用通常是不能抵税的，但是有两种情况是例外的。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美国社区的调查结果显示，2024年全美国大约有2160万的屋主支付屋主协会或者公寓管理费用，大约占全体屋主人数的25%。随着房屋持有成本持续的攀升，不少民众关心这一笔每个月固定支出能否在报税的时候抵税。多数的情况下是不行的，但是国税局 IRS 规定中仍然有少数的例外情况。雅虎的财经新闻报道，HOA 费用与屋主的保险、房屋的维修、水电、瓦斯等等支出一样，通常被视为个人居住的成本，原则上是不得列为可抵扣的税务支出。国税局明确指出，单纯自住住宅所缴纳的 HOA 的费用，原则上是不可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中扣除的。不过，假若房屋有出租或者营业，则可能符合例外的条件。第一种例外的情况与出租投资用房相关。如果屋主所有的房屋完全用作投资，全年出租给租客，则可能将 HOA 的费用视为投资的支出，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全额的扣除。不过，针对社区资本改善的特别分摊费，通常依旧不能列为可抵扣的项目。如果屋主拥有的是第二住宅，平时自用，一年之中有部分的时间出租，则可以依靠出租天数按照比例抵扣 HOA 的费用。只要一年出租达到15天以上，即可针对实际出租的期间申报相对应比例的 HOA 的支出。但是，假若出租的天数未满15天，该房屋仍然被视为自用的住宅，无需申报租金的收入，也不得抵扣 HOA 的费用。此外，国税局允许部分出租的情况，例如，若屋主仅出租住宅中的一个房间，并且该房间的面积约占整体住宅的10%，则可以抵扣大约10%的年度的 HOA 的费用，作为出租相关的成本。第二种例外则是涉及居家办公室。自营者若符合居家办公室抵扣资格，可以依据实际使用的比例，将部分 HOA 费用列为可抵扣的支出。例如，居家办公室的空间占住宅总面积的10%，原则上是可以抵扣10%的 HOA 费用。不过，此规定仅适用于自行申报营业所得的纳税人，也就是必须随个人的报税表一并提交附表的自营业者。受雇于公司的远距上班族，领取 W2 薪资的员工，即使在家工作，也无法抵扣 HOA 的费用。至于实际报税的方式，纳税人仍然可以选择标准扣除额或者逐项扣除。逐项扣除的前提是所有可抵扣项目总额高于标准扣除额，才具有实际的节税效益。国税局已经公布2025-2026财税年度的标准扣除额，纳税人可以评估自身的状况，决定是否逐项枚举，才能在合法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节税效果。欢迎订阅。